2026年8月19号早上7点35分，中国西北一枚60多公尺高的火箭从发射台爬起来，把卫星送进轨道，然后最值钱的一击，没有按照传统玩法直接变成大型太空垃圾，它掉头减速开腿，最后直站在甘肃的回收场上。然后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出现了，火箭刚回来，人还没急着冲过去，现场先让机器设备靠近检查。网络上最吸睛的说法就是连消防机器人都被派过去巡检。这个画面很容易把人看嗨，因为10年前我们第一次看 Falcon 9立着回来，还觉得马斯克是不是偷偷把 Kerbal Space Program 的物理引擎改掉了。现在中国自己的民营火箭也这么干，而且不是10公里跳一下，不是模型舰，不是把一级摔进海里以后宣布取得宝贵数据，而是真正完成轨道级任务之后，把一级发动机那一大坨最贵的家当给带回来了。于是中文网络马上进入熟悉模式，美国完了， SpaceX 护城河被打穿，中国商业航天准备全面反超。各位先别急着开香槟，朱雀3号这次确实非常重要，但真正重要的地方跟终于有一支中国火箭会倒车入库还不是完全同一件事。因为火箭这个产业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会降落，只代表你终于拿到这个游戏的入场券。真正的地狱副本是把一枚回来过的火箭检查一下，补点东西，重新拖回发射台，然后再射一次，再回来，再射，再回来，最后让财务部门发现，靠，这东西居然真的比重新造一支便宜，这才叫可重复使用。朱雀3号现在完成的是第一关，而 SpaceX 已经把这一关刷成日常任务了，这两个概念差非常多。先把这次任务讲清楚。朱雀3号是蓝箭航天搞出来的液氧甲烷火箭，8月19号这次是它第2次轨道级飞行，2级把鸿鹄03卫星送进预定轨道，1级则落在距离发射场大约390公里之外的甘肃回收区。这是中国第一次用着陆腿在陆地上成功回收轨道级火箭1级，也是中国民营公司第一次做到这件事。注意这个限定词，第一次，而且上一把还炸了。2025年12月，朱雀3号第一次飞的时候，2级其实已经成功入轨，1级也一路飞回来了。眼看副本都快通关，结果最后阶段出现异常燃烧，直接在着陆区附近炸掉。这种失败其实一点都不丢脸，恰恰相反。我觉得这里才是最值得看的部分，因为以前很多国家做航天失败一次，委员会开会，报告写半年，责任单位互相甩锅，然后3年以后再来一次。商业航天的玩法比较像初股创业公司，产品炸了，工程师把硬碟搬回来，老板问一句哪里炸的，改掉，下个版本继续。8个月以后，蓝箭第2次来了，这一次真的站住，这才是商业航天最让传统航天机构睡不着觉的东西。它不是保证永远不犯错，而是把犯错本身变成研发流程的一部分。SpaceX 当年也是这样混出来的。猎鹰9号第一次成功陆地回收是2015年12月。换句话说，如果你只看轨道级1级垂直着陆这张技能卡，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今天终于拿到了 SpaceX 11年前拿到的卡。这听起来好像落后很久，可是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中国现在拿到这张卡的时候，已经不需要重新发明2015年的整个世界，炸格舵怎么玩，发动机怎么2次点火，返回段怎么修正姿态，着陆腿应该长什么样，不锈钢舰体能不能搞，甲烷发动机值不值得赌？全球已经有大量公开的工程经验摆在那里。这就像2007年，你想做智慧型手机，你还得先证明触控萤幕手机有人买。2026年，你做手机，消费者早就帮你把产品定义写好了。后来的人真正得到的外挂，不是技术比较简单，而是不用再走那么多死胡同。朱雀3号尤其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它没有完全照抄猎鹰9号的技术路线。猎鹰9号烧的是液氧加煤油，朱雀3号烧液氧甲烷，而且蓝箭从朱雀2号时代就已经压住甲烷路线。甲烷有一个对重复使用很友善的地方，就是燃烧相对干净，理论上更有利于减少积碳和维护负担。这也是为什么 SpaceX 的下一代 Starship 不继续用猎鹰9号那套煤油路线，而是直接换成液氧甲烷。朱雀3号舰体也用了不锈钢，所以你如果把这支火箭理解成中国版猎鹰9号，其实只有一半。对，它在任务架构上很像猎鹰9号，可是材料和推进剂思路又明显吸收了下一代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经验。蓝箭现在公开的产品规划是1级最终重复使用最多20次。公司还说，这次回收的1级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重新飞一次。这句话比成功着陆重要得多，因为第一次着陆主要是控制系统考试，第二次飞同一支箭才开始考经济学。你今天把一支火箭救回来，如果拆开以后发现9台发动机全部得大修，管路得换一半，隔热层重新做，工程师检查6个月，维护费比重新造一支还贵。那你不是发明可重复使用火箭，你只是发明了一支很贵的收藏品。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盯的，不是下一支朱雀3号能不能继续降落，而是这支已经回来过的1级到底什么时候再次发射。如果半年真的飞得起来，下一步就看能不能把半年压成3个月，再压成1个月，然后看一枚1级能不能撑5次、10次、20次。到了这里，我们才可以认真谈中国有没有可能把 SpaceX 的成本优势狠狠干掉一块。那现在双方到底差多少？这个数字看完，你可能就没那么容易喊全面赶超了。SpaceX 到2026年3月底 ，Falcon 9已经完成大约620次轨道任务，任务成功率超过99%，超过540次任务使用的都是飞过的1级，成功着陆次数已经超过570次。2025年1年 Falcon 9飞了165次，其中157次用的是2手1级，翻译成人话就是对蓝箭来说，1级回来现在还是公司历史性大新闻。对 SpaceX 来说，1级如果不回来，那才是新闻。这就是差距，而且今年更夸张。2026年6月，一枚编号 B1067 的猎鹰9号1级完成了自己的第35次飞行和着陆。35次，你想象一下，同一台火箭发动机组已经上去下来检查，再上去，连续刷了35轮副本。到了8月中旬 ，SpaceX 甚至在38分钟之内，从美国东西两岸连续发射2支 Falcon 9，而且2支1级都正常回来。8月19号 ，SpaceX 完成了自己2026年的第100次任务，其中97次是 Falcon 9。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明显，蓝箭刚刚证明中国民营公司也会这一招 ，SpaceX 正在证明这一招可以工业化，差的不是一个公式。差的是几百次飞行数据，这也是为什么我反而很喜欢这次消防机器人那个画面。先讲清楚，目前公开报道里并没有把消防机器人巡检单独列成这次任务的核心技术成果，所以不要看到一段短影片就直接脑补成什么神秘黑科技。但假设你看到的现场画面确实是机器人先靠近舰体做安全检查，它真正透露出来的东西反而很有意思。火箭刚落地的时候，不是一个没有温度的大铁罐，里面可能还有残余推进剂，还有高压系统，发动机区域温度也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人直接靠近就是给保险公司增加 KPI， 所以让无人设备先过去做热源检查、气体侦测或消防警戒，本质上是把回收后的危险作业继续自动化。这不是让火箭飞得更快的科技，可是商业航天最后拼的
偏偏就是这种很无聊的东西。火箭落地以后多久可以解除警戒？多久可以拖走？多少检查可以自动做？多少人不用穿着防护装备跑过去？这些东西每减少1个小时，发射频率才有机会继续往上堆。航空公司赚钱也不是因为波音737突然飞到3倍音速，是因为飞机落地以后加油、换人、装行李、检查再起飞，这一整套流程被磨成了标准动作，可重复使用。火箭最后也是一样，真正的终局不是每次降落以后全国直播庆功，真正的终局是火箭回来以后，旁边工作人员看一眼说：“哦，又回来了。”然后继续吃便当。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反而觉得中国这次最危险的地方，不是朱雀3号本身，而是中国商业航天正在开始形成量。2025年，中国一共进行了93次航天发射，其中商业航天相关任务达到50次，全年有311颗商业卫星进入轨道，占当年中国入轨卫星数量的84%。千欢星座到2026年6月已经累计发射200颗卫星，而且现在中国不是只有蓝箭一家人在研究回收，中科宇航、深蓝航天、星河动力、星际荣耀、东方空间、天兵科技，还有国家队的长征12甲、长征12乙、长征10系列，全部都在往重复使用这条路挤，这就开始有点麻烦了。因为一个产业真正可怕的时候，从来不是出现一个天才公司，而是突然有10家公司在同一个坑里互相踩头，有人炸掉，有人融资失败，有人老板跑路，最后活下来的那2、3家会把整个供应链的价格往下打。美国当年真正跑出来的，也不是美国政府设计出的猎鹰9号，而是 NASA 把需求、订单和规则往市场里一扔，最后 SpaceX 从一群玩家里面杀出来。中国现在明显也想玩类似的游戏，只是中国版本会更有中国特色一点。国家需要卫星、互联网，地方政府需要产业，资本需要上市故事，公司需要订单，所有人刚好在同一张桌上，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盘。蓝箭现在还准备去上海科创板 IPO， 目标募资75亿元人民币，公司自己的计划是2029年实现盈利。所以你说他们为什么现在这么拼回收？当然有工程梦想，但资本市场3个字有时候比星辰大海有效率多了。一枚火箭炸掉是技术问题，第2枚站住以后，估值模型就可以打开 Excel 重新拉一次，这才是成年人世界的航天产业。不过如果问题是中国是不是已经开始全面赶超美国？答案还是没有，甚至差距现在依然巨大。因为美国最大的优势已经不只是火箭。 SpaceX 最变态的地方是马斯克把火箭这个产品做成了自己另一门生意的物流部门。2025年 SpaceX 把超过2200吨东西送进轨道，占全球入轨质量80%以上。为什么它可以疯狂发射？因为没有客户，他就发自己的 Starlink， 没有订单，他自己制造订单。火箭部门嫌发射次数不够， Starlink 说没关系，我这里还有几千颗卫星排队，卫星上去以后收月费，月费再拿回来养火箭和下一代 Starship， 这套东西才是真正的护城河。截至2026年第1季 Starlink 订户已经大约1名30万，2025年连接业务营收达到113.87亿美元，营业利益44.23亿美元。这已经不是一家单纯卖火箭座位的公司，这是一台自己制造火箭、自己制造卫星、自己发射卫星、自己卖网络服务，然后拿网络的钱继续开发下一代火箭的永动式商业机器。你要全面赶超它，不是造一支会降落的火箭就结束，你得同时有大规模卫星需求、稳定发射场、批量生产发动机、回收船和陆地回收区、高频次测发系统，还得让客户愿意一直买单。更麻烦的是，
美国那边终点线还在移动 ，Falcon 9今天已经够烦了。可 SpaceX 真正把未来10年筹码压下去的东西叫 Starship， 这东西现在当然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成熟，它照样炸过、翻车过，也还在工程迭代。可它的目标根本不是重复使用1级，而是1级和2级全部快速重复使用。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终于冲到猎鹰9号这一层，美国那边已经在尝试把下一张地图载入。所以，如果你问我朱雀3号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要全面赶超美国，我会说这句话讲太早了。但如果你换一个问法，美国在商业航天领域那种老子领先10年，你们慢慢追的舒服日子，是不是快结束了？这个我反而会点头，因为技术领先最舒服的时候，是别人连正确路线都不知道，现在不是的，所有人已经知道答案大概长什么样。液体火箭可重复使用，高频发射，大规模卫星星座垂直整合。接下来大家比的就是谁把这个答案做得更便宜、更快、更稳定。而中国最擅长的事情，偏偏经常不是第一个把东西发明出来。中国真正让竞争对手头痛的模式，是某个产业一旦证明商业模式成立以后，大量资本、供应商、工程师和地方产业链一起冲进去，然后原本看起来很高贵、很稀缺、很有技术神性的东西，突然被打成制造业价格战。太阳能板玩过一次，电动车也玩过一次，无人机已经玩给大家看了。商业火箭会不会成为下一桌麻将？目前没人知道。朱雀3号这次成功，并不能证明答案已经是会，它只证明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中国已经坐到牌桌旁边了，而且这一次，它终于拿到了一张真正能玩的牌。